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餐的极大的功效。是的，也许你已经知道圣餐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你就可以不软弱不疾病死的也很少。还有另外一个圣餐可以带你逃出试探跟试炼，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好，所以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耶稣，祝福我们这里无论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主要为我们预备那个聆听的耳、聆听的心，主要也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我们来领受从你而来这个话语的。主要不是字句叫人死，乃是圣灵的真意使我们活过来。也求你分别为圣孩子的口，预备孩子的心，使众弟兄姐妹看见神话语大能的能力。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奉主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来直接请，是圣餐你的紧急出口，大家知道吗？首先这张图其实这是个笑话啦，正常来说紧急出口的人是没有西装领带跟公事包的，因为其实是这边写 It's time to go home， 很多人是觉得下班很像想要赶快从紧急出口逃出去一样，这样其实呢，我是希望大家在工作上面可以真正享受，我们可以求神带领你，让你的工作不是只是糊口而已，是一个你享受的工作。好，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餐是你的紧急出口，神要带你出黑暗入光明的一个重要的紧急出口。好，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下一页。好，这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请念：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感谢主。这是和合本的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首先，我们先讲一个东西受试探这个字，其实在原文是可以翻试探跟试炼。等一下我们会讲清楚试探跟试炼的差别，一个是从魔鬼来的，要诱惑你犯罪；而试炼是神要来精炼你，使你很像考试一样，你知道吗？考试考过了，你就可以去读你喜欢的学校；考试考过，你可能可以当律师；考试考过，你可能可以当医师。所以，当考过考试，上帝的考试的时候，你会进到下一个祝福的层次。所以，这是试炼跟试探。不同，可是是同一个字。OK， 好，等一下会来讲清楚。再来，你有没有读到这经文？你有没有觉得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在里面有一个逻辑问题。如果需要忍受，你开那条路要干嘛？看得到吃不到，还是我在火场里面被困住了，看到出路逃不出去？那这个算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或者是你都已经从那个消防门刚才那个紧急出口逃出去了，那火场烧他的，你要忍受什么，对不对？那怎么会是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还要忍受得住呢？其实这样说和合本翻的并不准确，还好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为了讲这篇道，我看了60几种英文的版本，还有8种的中文版本，要来搞清楚这整个问题。当然还有希腊文的原文。好，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下一页。我们现在来讨论的事情是受试探的部分，这就是试探那个字的原文它的双圣经编码是3986，还有它的字根3985，还有3984简单说是什么意思？来，请看下一页。OK，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是它的希腊原文这是它的念的音好，再来是试探跟试炼的意思。我们来讲一下，也许你生命中你遇到的是试探，就是你觉得你其实已经结婚了，可是有一个异性，你对他有一个很有什么意思或者什么感觉，其实那是一种试探，你要求神帮助你从这里面带出去，不是要在那边忍受这件事，对不对？那怎么样？其实答案就是领圣餐，等一下会跟你证明，那是试探的部分，或者是你其实很想要揍你旁边那个同事一顿，你已经忍不住了，你赶快领圣餐，你可以不用揍他一顿，因为那个是去揍人是犯罪嘛，对不对 ？OK， 好。但是试炼呢？试炼是另外一块事，有些时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想要揍谁、打谁，或是骂谁，或者是干嘛这样，而是比如说你所爱的家人生病了，比如说你很爱的父亲生了病，而且他因为种种关系，他又不愿意去看医生，然后你很辛苦的一直照顾他，你快放弃，而且你想说上帝啊，我爱我的父亲，他已经年岁那么大了，他这样会不会怎么样？在这个前提之下，这样是一个试炼。或者是你所爱的人，我们听过有很敬虔的夫妻，然后小孩子生出来就是很奇怪的病，一直没有好，然后迫切的祷告还是没有好，那到底是什么呢？那叫做试炼。或者是你还有各种，比如说你为了耶稣的缘故，你受到人家辱骂、欺负或者是伤害，人家欺负你基督徒，因为你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等等的。我告诉你，那叫做试炼。而无论是试探或试炼，答案都是领圣餐可以带你从那个环境里面，也许是考过了出来，或者是逃出那个诱惑。好，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等一下会一点一点来查经来确认，请看下一页。好，所以呢，这是这个经文的希腊文的原文。好，我们红色框框这边呢，这边是在讲
我们和合本翻那一条一条出路，可是其实这边应该翻那一条出路，那一条特别的 the way 那一条出路。OK 好，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和合本翻忍受，可是其实如果我们从字根来看，其实是被带出去的意思。等一下会一个跟你证明。好，我们请看下一页。OK， 我们先看这是那句话 the way 好，然后你看他们现在把希腊文的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列出来，这是最后那2个字，对不对？那一条出路。好，所以我们看下一页。OK， 3588我们记得这个数字3588，然后下面是那条是路的意思，出路，所以我们看3588记得下一页。好，3588我们把它秀出来。3588是一个定冠词，是了，是这个那个的意思，是这个或那个的意思，懂吗？所以不是为你开一条道路，不是特别，好像应该说不是每次的道路不同，而是就只有那一条路，那独一的那一条路。好，所以我们请看下一页。好，这是英文的 NKJV 版本，新英王钦定版。好，所以我们请念，请。No temptation has overtaken you except such as is common to man, but God is faithful, who will not allow you to be tempted beyond what you are able. But with the temptation, you will also make the way of escape,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bear it. 好，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是 NKJV 版本，那你就发现他写的英文黄色这个字写 the way。是那一条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对不对？是那独一的道路、独一的真理、独一的生命，就是 the way 那个特别的那一条道路。当然，你这边可以说那个 the way 就是耶稣，没错，就是耶稣要带你逃出去的。OK， 好，那不止这个版本，事实上英文有非常多的版本是 the way。我们再看下一个，好，这是 NTE 版本，我们请念。Every test that comes upon you is normal for human beings. But God is faithful. He won't let you be tested beyond your ability. Along with the testing, He will provide the way of escape so that you can bear it. 你会发现还是 the way， 还是那一条道路，黄色的字对。我们再看下一个。好 ，ESV 版本我们请念。No temptation has overtaken you that is not common to man. God is faithful, and He will not let you be tempted beyond your ability. But with the temptation, He will also provide the way of escape,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endure it. 好，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挑了3个版本，其实超多版本的，60几个版本里面，我看了有好多个都是写the way，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真的这样翻是没错，是那独特的那一条道路，是那一条道路哦。OK， 好，所以这点确认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请你看这边已经讨论了，好，这边确定是 the way 是那一条道路，再来就是我们要来讨论这个忍受是不是应该要怎么翻，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好，这是刚才那个忍受那个字的希腊原文5297，而5297它有2个字根5259跟5342，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有讲任何一句希腊文吗？没有。可是你只要会数字，会看中文，你也可以查经。你去网络上搜寻 strong number 强壮的数字 strong number，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中文系统可以让你查原文圣经。好 ，OK， 所以你看5259跟5342，我们来看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请看下一页。好，5259。Hupo， 好，是什么意思？是被或者是受什么指挥借着的意思，所以是被带出来那个被。好，5259，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5342就是携带被移动的意思，所以其实你知道那个字是有人会翻忍受，可是你去看，如果有人帮你开一条路，你还忍什么受呢？你是要被带出来，所以应该要翻成被带出来。OK，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以呢，我们再来用几个英文版本，中文好像只有一个版本有稍微翻出来。我们先看几个英文版本 ，WE 版本，请念。No testing has come to you that other people do not have, but God will not fail you. He will not allow the testing to be too hard for you. No, when the testing comes, God will make a way out for you, so that you can go through the testing. 好，你会发现这边有任何要忍耐的意思吗？没关系，如果你完全看不懂，没关系，上帝还是一样爱你因为英文不是得救的条件我们是因信称义得救OK， 而且这边提到 God will make a way out for you， 他会为你弄一条路，但你看这个地方就没有翻出 the way， 他是说 a way， 对吧？没关系，每一个翻译者都有他们自己的角度，可是真的 the way 才是对的。好 ，so that you can go through the testing，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试探里面出去。你会发现哪里有忍受？这是 WE 版本，没有忍受的意思。对，我们再看下一个。好 ，CEV 版本，请念。You are tempted in the same way that everyone else is tempted, but God can be trusted not to let you be tempted too much, and He will show you how to escape from your temptations. 好，你看这边也提到了神他会
显示，他会告诉你如何从试探里面逃出去。所以你会发现，没有忍受意思哦，是要逃出去的意思哦，是他要为你预备那一条道路，使你从试探、从试炼里面逃出去或被带出去。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这是 NLV 版本，我们请念。You have never been tempted to sin in any different way than other people. God is faithful. He will not allow you to be tempted more than you can take. But when you are tempted, He will make a way for you to keep from falling into sin. 好，所以你看这边提到，你看他会为你预备，还是他是用耳单形式，神会为你预备那一条道路，使你能够从罪里面，不会掉进罪里面。你会发现这边有没有忍受意思？没有，真的没有。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所以你看我们现代中文修订本，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请念。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个试探，无非是一般人所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让你们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好，我们继续。当试探来的时候，他会给你们力量，使你们担当得起，替你们打开一条出路。你看，这是我们现代中文修订本，我们看了7个8个中文版本里面翻的最好的、最贴近的是现代中文修订本。它会给你们力量，使你们担当得起，替你们打开一条出路。你会发现这里有没有忍耐的意思？没有，这边是告诉你为你打开一条出路，让你能够逃出去的意思。好，所以呢，我们既然查了了位还有被带出去这点，所以我们把原文的意思放进去来。我们请看下一页。好，这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没关系，我们不用念，这是和合本。我们再让你再看到一次，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真的不是这样翻，是要为你们开那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够被带出去，使你们能够逃出去。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呢，这10章13节你也不用念，因为这是我按照原文放进去的，所以它还没有被人家。就是说，简单这样说，没有学者去验证，但是我们跟他一起验证了，对不对？所以它其实应该分成这样：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那条出路，叫你们能够被带出去。OK， 你有发现我故意把试炼跟试探混合用，因为它既是试探又是试炼，所以无论你现在遇到的是试探或是试炼，是你的错或别人的错，别人遇到状况或你遇到状况，来领圣餐，你所爱的人也因着你信耶稣，因着你的祷告，因着你的领的圣餐，因着你与神亲密，他也要来蒙福。OK， 好，所以你看，总要给你们那一条出路，叫你们能被带出去。那条出路是什么？就是圣餐。我们等一下会开始来证明为什么那条出路是圣餐。好，请看下一页。好，这是使徒行传2章4到6节，我们一起念。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好，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使徒行传2章4到6节。好，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天天，他们天天就是每一个人都跟天天一起同心合意。好，这是一个冷笑话，大家有听过那冷笑话吗？他先生回到家很辛苦，所以他工作很辛苦，回到家就没有讲话。然后呢，他老婆就说：“你怎么了？”然后先生就说：“我想静静。”然后老婆就一巴掌，你说静静是谁？好，其实他只是想安静静静。所以这边的天天不是有一个人叫天天，这个天天是每一天的意思。好，这是个冷笑话。OK， 谢谢大家。好，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在饼里。对不对？在店里不是饼里，你看讲完笑话就很好笑哈。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你会发现，他们是天天聚会，天天领圣餐，天天用饭。我们只做到天天用饭。我们这里有谁有天天领圣餐吗？感谢主，已经有。你们有天天聚会吗？不一定有。可是我们只做到天天用饭。好，我鼓励大家，你要天天的。长长的，其实你可以学习他们天天在家擘饼，天天每一天。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知道擘饼超重要的，每一天擘饼啊。所以我家现在也是，我老婆在桌上随时有圣餐，我们家真的是没事就领圣餐，有事更要领圣餐啊。所以我告诉你，圣餐真的超重要。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哥林多前书10章1到2节，我们一起念。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好，我们继续，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我们现在我要来跟你证明。先回到上一页10章1到2节我们刚才讨论这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我们读经很重要是按照上下文，对不对？好，所以上文怎么说？
一开始这章开始，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好，这边在讲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对不对？然后还有提到摩西的部分。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3到4节，他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以所有人都买了乖乖来吃，每一个人都吃一样的零食，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边零食是属灵的食物跟属灵的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其实这也解答一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上帝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摩西他也不过击打磐石2次，你就不让他进迦南地？他那么努力，那么跟从，那么的摆上，然后那么的谦和、忍耐、服侍，为什么？首先要讲，磐石不能被击打2次。希伯来书很清楚的说，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只一次完成这一切的救恩。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使我们得以成圣，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得救。他一次就做成了这美好的。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为你完成，所以你知道耶稣只能受一次苦，所以那磐石只能够被击打1次。所以那个时候神要摩西吩咐，而不是击打，结果摩西击打磐石2次，所以才不能够进迦南地的。可是你知道，上帝其实也是蛮有恩典的，他并不是没有进迦南地。你知道摩西后来进迦南地了吗？你知道对不对？因为耶稣，当摩西也在期待的这位弥赛亚，全部以色列人都在期待的弥赛亚耶稣出现了。然后呢，他们在变象山的时候，神让以利亚跟摩西一起在变象山里面得见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而摩西站的这个变象山就在迦南地里面，所以最后他还是进去啦，是不是？只是神有他的时候。OK， 所以你要知道，你就算软弱，你犯罪，你或者是弄错了，神还是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可是你知道摩西等了几年呢？我想大概1000年吧，对不对？他该进去，他原本可以进去那个时间到耶稣来那个时间，不止1000年呐！天呐！他等了超久，不过还好，在上帝来说，1000年如一日，一日如1000年，所以对摩西而言，他可能只是等了1天吧，也许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我们继续这边提到灵食跟灵水，而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在讲的就是灵食、灵水，磐石就基督，就是在讲吃喝主的身体，喝主的血，吃主的身体啊。你会发现这章一开始就在讲吃喝喝，吃吃喝喝，只是属灵的吃神的身体，喝神的血，而实物上就是你吃现在这个真实的饼跟喝真实的葡萄汁。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10章5到6节，但是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境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可你们发现一件事，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律法犯了一条就会犯全部，而你在恩典之下，你在新约里面，你就是神所喜欢的人。所以你知道，你看圣经，你要用神的恩典来看，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新约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这个多半不喜欢的人是他们，不是你。好，感谢主。继续下一页。好，我们10章11、1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谨慎，免得跌倒。好，弟兄姐妹，是哥林多前书10章11、12节，我们中间跳了一段，为什么？因为那边就在讲遭遇这些事的那些事，就在讲他们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要警戒，好，然后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圣经的受文者，哥林多前书的受文者，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常常给你这个经文，你以为站得稳，你要谨慎，免得跌倒，可你要看前后文，他后面是在讲神要为你开一条出路，救你出去，对不对？好，所以他现在前文就已经在讲吃零水喝零食吃零食喝零水。请不要喝零食会呛到，要吃零食。OK， 好，无论是哪一个零食都是用吃的，不是喝的。好，所以呢，这边其实已经提到，前面就在讲圣餐，然后这边才开始13节的地方开始讲圣餐。我们下一页。好，这是13节，我们今天不用念，我们念很多次了就是开一条，神要为你开那一条出路，使你能够被带出去。所以这边真的在讲那一条出路就是圣餐。保罗是一个很有逻辑的教师，他当然是使徒，但是他也是教师，他的前后文都会包夹着重复的讲清楚。你去看罗马书，他在讲那几个观念，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都一直在重复讲清楚那一个观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要用2个篇幅，第10章跟第11章这么长的地方在讲圣餐。你知道11章后面就在讲圣餐的核心，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所以这边真的在讲 the way 是圣餐，当然 the way 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吃圣餐就会在吃耶稣基督嘛。好 ，OK， 我们再看下一页。好，10章14到16节，请念。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好，所以这边是哥林多前书10章14到16节哈。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有些人，你去看你的圣经，可能有那种大纲的，或者是那个标题，他说啊，讨论不要拜偶像。没错，这边真的有讨论到不要拜偶像。可是这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部分是，你们要审查我的话，你们要审查我的话，要审查什么？审查我说的话是什么？你们要成为明白人。你们要审查的话是什么？就是在讲，又再回来讲圣餐。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所拨开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边是不是圣餐？是在讲统领圣餐，在讲领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所以你会发现13节在讲那条路前文后文，开始跟你讲清楚前文后文就是圣餐 ，the way 就是领圣餐。OK， 好，所以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这边的统领绝对不是一个百货公司的名字，这边的统领是有意思的。我们看下一页。好，这边的统领就是2842，就是它的圣经编码是2842，所以我们来看2842是什么意思？请看下一页。好，2842看到了哈，2842是什么意思？是亲密关系跟分享的意思，团契的记号与团契交流、亲密关系、交往、参与、分享。所以你知道吗？统领基督的身体的意思，其实是你透过领圣餐与基督的血、与基督的身体、与基督亲密、与基督连结、与基督分享、与基督团契、与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与耶稣有这个密切关系的领圣餐，就是你可以被逃出去、被带出去的方法。所以你遇到任何的试探跟试炼，你要做的事情是来亲近主，把圣餐拿出来，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然后与他亲近，然后他会来教导你如何从这个试探或试炼里面被带出去，而且还赐给你健康的身体，使你不软弱、不疾病，死的也很少。感谢主，懂吗？所以统领超重要的，不是那个百货是与主亲密的关系。好，请看下一页。好，哥林多前书10章14到16节，你看我们在强调哈，我们刚才讲的统领哈是与基督的血，岂不是亲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亲密基督的身体吗？因为2842是亲密，对不对？所以是与基督的血跟基督的身体亲密。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17、1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好，所以保罗一个这么好的教师，他为了清楚让你知道 the way 是什么，那一条为你开出来的特别道路是什么，还又在17、18节又在讲，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分受这个饼。你会发现又是在讲圣餐，连这边讲那吃祭物岂不在祭坛上有份吗？你知道你的祭物是谁？你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你最完美的赎罪祭，你最完美的赎愆祭，你最完美的祭物，耶稣就是那祭物。那吃祭物的岂不在祭坛上有份吗？所以什么意思？你吃了耶稣的身体，喝了耶稣的血，你吃耶稣这个祭物，你就是在祭坛上有份，所以你就与这个祭坛的圣物有份了。这也是为什么前面告诉你要透过吃圣餐与耶稣亲密，然后亲密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这边告诉你，你把它吃进去，你才有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够看了就得救，你要吃进去。当然，你的得救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但我所说的得救，是你从那个试探跟试炼中被救出去的那个带出去的得救。所以呢，你要吃圣餐，而不是只是看圣餐。你看圣餐要干嘛？要吃，懂了吗？好，然后如果在比较极端的状况之下，你真的没有圣餐，你真的不行，你在灵里面想象你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也是可以的。在极端的状况之下，或甚至于是，如果你没有无酵饼，你真的没有无酵饼，你就拿面包有效也没关系，没有葡萄汁没关系，你拿茶真的不行，你真的没有状况下，最重要的事情是纪念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但是最好是能够是无酵饼跟葡萄汁是最好了哈。好 ，OK， 所以我跟你讲，圣餐大有功效。你真的不行，你拿牛排跟可乐，我相信你就是纪念耶稣的身体也是有功效的，但是当然你不要常常故意这样哈。好，你不要因为你喜欢可乐或是牛排就每次都这样，少来哦，拜托。圣经上说的是饼跟葡萄汁或葡萄酒。好，我们继续往下一页。好，哥林多前书10章19到20节，请念。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好。我们继续回到这里哈。首先刚才念到一个叫与鬼相交，这边绝对不是在说那个黄色可以剥开来吃的香蕉，也不是什么鬼香蕉，是不要与他互相交往。OK， 好，我是怎么说的？保罗是怎么说呢？
因为保罗要我们知道说，祭偶像之物真的算不得什么，偶像也算不得什么。但是他要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这边其实也是在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透过圣餐相交。你会发现这边在讲，等一下就会提到宴席、筵席，你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跟他一起，那是一个关系，一个亲近，一个相交，一个亲密关系。好，我们看下一页。好，21节我们一起念：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喝鬼的筵席。好，我们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来，没关系，弟兄姐妹，你看，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所以你会发现，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你会发现，这边还是在讲喝主的杯，吃主的筵席，不就是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边告诉你，还是在讲圣餐，而同时告诉你有关偶像的部分要怎么处理。是我们不要喝鬼的杯，要喝主的杯；不要吃鬼的筵席，要吃主的筵席。你要吃主的筵席，你要领圣餐，所以他叫你不要去跟他们有份。OK，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所以你会发现，哥林多前书啊，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继续看刚才那哥林多前书的10章后面的部分，他有提到，但是偶像之物其实算不得什么，所以我给你，他后面有一些讨论的部分，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在街上买什么东西，你买的你就不用多问他有没有拜过，你就是吃没关系，那真是圣经上说的。但如果有人找你去吃，告诉你拜过，你就不要吃；他没告诉你，你就吃。但你不要去参加那个庙会那种东西。好，可是那个是同保罗讲，就很像我们讲到会岔出去讲一点别的再回来一样。但是他其实主要还是在讲圣餐的部分。OK， 所以你看刚才10章从10章1节2节开始讲圣餐，中间圣餐，到最后面圣餐。11章开始要把整个圣餐讲清楚。11章的前面还是提到了一些教导的部分，可是他岔出去又回来继续讲圣餐，就是读圣经的很重要的前后文。所以哥林多前书11章20到21节，我们请念：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好，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保罗在开始讨论圣餐这个题目20节跟21节的地方，他开始讲，你们聚会的时候，你们不是在领圣餐哦。你们根本不算呢？为什么？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会发现，很多人是为了肚子饿来的，有人是为了酒醉来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圣餐是小小的饼跟小小的杯，对不对？你那个怎么喝都不会醉嘛，就算是酒，应该了哈。那个饼，你把全教会抢来吃，你也不会饱啊。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主餐是真的吃一顿真的吃一顿。你知道逾越节的晚餐是有一只全羊在那里的吗？我好想去一次哦，真的很想。好，我有一次去参加，结果去的时候他们放一只鸡，他们说人太多了，羊不够吃。好了，没关系，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所以你知道教会那个时代，事实上人当然很多人是很少吃饱过，所以有很多人是为了肚子饿来的，有很多人是为了想喝酒来的，想喝醉来的。所以保罗说这个不算领圣餐，所以保罗才要强调，才要开始教导他们什么是真的正确的圣餐。我们看下一页，好，22节我们请念：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上帝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哥林多前书11章22节你们要吃喝，所以保罗再强调，你们如果想要吃饭喝酒，不要干嘛？你们要来教会，就在家里，难道你们没有家吗？然后叫那没有羞愧是有些人可能他带酒，然后有些人很穷，有些人可能有很好的酒，有些人可能很穷，连吃都吃不饱。叫那没有羞愧呢？我向你们可以说什么？我不称赞你们。他其实是写信来骂人的，你知道吗？哥林多教会恩赐充足，可是他们有很多好像不大对的部分，而保罗就来写信来可以说是管教，来规正，来调整他们。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部分的圣餐用负面表述是在骂人的前提之下，可是其实里面隐含很大的部分，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知道，就是我们吃圣餐可以不软弱不疾病，连死的都很少。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请。好，23、24节，所以就保罗很有名的开始把圣餐讲清楚了。我们请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好，我们继续。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
保罗开始讲清楚，来，我们回到上一页23章，你会发现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首先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的使徒都还在，彼得还在，约翰还在，雅各已经被砍头，我知道。彼得、约翰，他也可以去问路加，他可以去问马太，他可以去问马可啊。虽然他可能觉得马可不大合适，因为好不重要。总而言之是，他可以去问很多使徒。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是从主领受的？保罗并没有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耶稣在那里那个时候保罗还是一个要残害基督徒的人，对不对？可是主这件事何等重要，所以主直接的再告诉保罗，使保罗再领受，所以是从主领受。因为圣餐超重要，所以主耶稣被卖那夜，你记得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保罗是不在现场，保罗还是敌人的那个时候，对不对？好，没关系，他就仿佛他在现场一样，神光照他，让他看到那个时候那一夜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好，我们再看到下一页。好，24、25，所以保罗就开始告诉我们大家，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我们要这样，然后吃耶稣的身体，然后要喝耶稣的血，然后是要纪念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领圣餐。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我们一起念。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好，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也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吃这饼喝这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主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主啊，我们愿你来。我们每次领圣餐，我们是表明你为我们死，我们也等候你来，我们愿你快来。好，再看下一页，27、28，我们请念。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好 ，OK， 这是27、28节哈。所以呢，保罗开始讲，无论是任何一个人，他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对不对？所以呢，不按理吃就是干犯。所以呢，逻辑很清楚嘛。因为保罗是来骂人的，所以他们应该要调成是，无论何人，你们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不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对不对？没错嘛，保罗因为写信来归正他们，所以他们调整完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不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你看前后文就知道要省察什么，不是省察你的罪，是省察你有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省察你有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OK， 所以你要省察什么？不是省察你这礼拜有没有犯罪，你这个月有没有犯罪。弟兄姐妹，如果你犯罪了，在那个当下，请赶快跟上帝认罪悔改，马上转向他。是的，你在新约里面，神早就赦免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但是因为你犯罪，你自己对神有一个天良的亏欠，你会觉得卡住你们的道路，会觉得不顺，你们的关系，你要赶快把你的心转向神。然后你早就知道他赦免你，然后你跟他说对不起，然后你们关系重新恢复。所以你不要去等圣餐才去认罪，你平常有罪你就转向神，好不好，弟兄姐妹？但是我要跟你讲，你不是靠认罪才被赦免，很多我们下意识犯的罪，你根本不晓得怎么认，神也早就赦免你，因为圣经上说的，他赦免你所有一切的罪，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但是我们不因此而故意去犯罪，我们不因此而认为我们要反正在恩典下可以随便，不要随便。好，所以我们要省察什么？省察呢？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对，我们再看下一页。好，29、30，我们请念。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好，这是哥林多前书11章29到30节。我们继续看所以你看，省察要省察是不是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对不对？然后省察是的话，这边提到负面表述，如果不分辨的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意思是说，若分辨是主的身体，就不吃喝自己的罪了，没问题嘛，对不对？没有分辨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如果分辨主的身体，就不吃喝自己的罪啦，没错嘛，这是逻辑问题，因为保罗是在骂人的嘛。好，所以他们要改成要分辨主的身体，就没有吃喝自己的罪咯。好，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你看，如果你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你分辨是主的身体，就不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当中就很少软弱，很少患病，连死的都很少。简单说，我们当中就会刚强、强壮、健康，死的也很少，懂吗？而且你死的时候，你可以像摩西，到了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日子满足，气绝而死。你可以像所有很多神所使用的人，他们不是病死的，生老病死，你里面有一个可以不要，你可以生老死。是的，我们还是会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要有审判。但耶稣我们背负那些审判，所以
在第二次死的无份的有福了，我们就是那个不用再去被审判。好，生老死，你会老，但是你知道圣餐有一个功能，可以帮你抵御老化，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在神的恩典里面，你常常领圣餐，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你会发现你真的比较年轻，你真的比较健康，真的。所以这边真的很多时候你吃一堆药，可是你有没有？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吃药，可是你有没有像吃药那么勤的吃圣餐呢？我们中间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也不少，是不分辨主的身体。如果你分辨主的身体而领圣餐，你就不软弱不患病，死的也很少，你就强壮就健康，然后死的很少。感谢主，就是圣餐里面美好的应许。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了，从前面到后面那个冷味圣餐，它可以使你健康、强壮，死的很少，又可以把你从试探跟试炼里面带出来。然后让你学到该学到的，得着那一切该有的奖赏。圣餐超赞，感谢主！而且圣餐可以医治你的疾病。我们看下一页，哥林多前书11章31到34节，请念：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好，这是哥林多前书11章31到34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省略了一些部分哈。这边提到，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分辨自己是什么？分辨自己是不是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不是有那个为了饥饿或者是喝醉而来。所以你看，保罗在下文之后，他不想要我们误会，所以他在强调，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所以这边在讲，如果你们是为了喝饱、吃饱、饥饿来的，请自己在家里先吃，不要来这里取罪，好不好？OK， 顺便再提一个部分，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的惩治，不是好像惩罚，是管教。你去看原文，这个字是管教。和合本并没有这两个字哈，我把它括号，就是我要说的是，也许应该翻乃是被主管教，免得我们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被主管教了，我们就不跟世人一同定罪啦，因为我们的罪耶稣我们背负了，我们在耶稣基督就不再定罪啊，对不对？好，所以再强调一件事哦，我们这边你会看到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11章20几节、21节、20节开始这个地方在讲的圣餐，是在讲你们不要为了吃饱喝醉来。前后文前面20节的地方、21节的地方讲，31节、34节这边又讲，要确保你搞清楚。所以圣餐其实有一个极大的祝福，而且使你的病能够得到医治，可以得到试探试炼都能够带出去，然后健康平安得胜。这是上帝给你美好的圣餐，你吃耶稣的身体，与他亲密来得到这一切的美好。好，那再来往下，再雅书53章5节，我们一起来念：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弟兄姐妹，这边是旧约以赛亚书提到耶稣的鞭伤，他在预言弥赛亚。你知道吗？在希伯来文旧约嘛，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的鞭伤是单数。单数只受一鞭吗？怎么可能呢？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彼得前书2章24节，请念：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彼得前书也引用这个经文，你看也是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你知道，连希腊文的鞭伤这边也用单数。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真的，无论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都用单数。你晓得为什么吗？分明一个鞭伤是单数，两个鞭伤就应该用复数啊。为什么他用单数呢？你记得？耶稣亲自己还说，他连他的骨头，他可以看到他自己的骨头吗？那是在旧约的预言啊。OK， 然后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经文提到，他们用犁在我背后犁田？你知道耶稣被鞭打几下？事实上是无可考的。保罗被打40减1下39下，因为他有罗马公民权。然后呢，耶稣没有罗马公民权，所以事实上被他打好玩、打开心的。好 ，OK， 我们就算40下，假设就是40下好了。你知道他们有个东西叫罗马9尾鞭，一个鞭子上面有9个倒钩，上面一根一根一根，然后有倒钩倒刺，无论是骨头或者是钉子或者是金属这样，然后9个这样，然后弄在一个鞭子上这样打，所以每次打下去撕开皮开肉绽，你知道真的是血肉模糊，皮开肉绽，因为那个你看钉子，然后骨头很刺的钉子或是金属。一边9个伤痕，不是9个点，是9个撕裂伤，
打40下，4乘9多少？360。请问360个撕裂大的伤口在身上，怎样会变成单数呢？因为已经打到分不出来被打几遍了，全身都是一个伤，全身都是好像全部都是伤，你已经打到连骨头都看得到，撕裂，这是耶稣为你承受的，你知道吗？感谢耶稣为我们承受这一切，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你已经得了平安。如何让这一切彰显出来？你领圣餐的时候，你吃进去，你就说：觉得说我的关节痛，我的风湿痛，我的头痛，我的偏头痛，我的什么部分，我的痛苦，因你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你吃进去，然后他为你承受这一切的病痛，你吃进去他的健康，这就是他为你受鞭伤的意义。而这也是鞭伤为什么单数的意思，因为被打太多下了。感谢主。好，继续往下。再来，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一个题目了。很多弟兄姐妹领圣餐还是会有一个问题是：好吧，圣餐这么有效，可是神真的愿意医治我吗？神真的愿意医治我吗？神医治，我知道有几个人被医治，是不是他们比较属灵呢？其实不是这样的。马太福音4章23节，我们请念：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好，这是马太福音4章23节哈。你会发现，我们把黄色的东西标出来，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你知道，我们和合本，我们中文，我们都非常的中庸，我们都翻得很客气。各样的病症，感觉起来就很像，假设今天有100个感冒的，100个瞎眼的，100个瘸腿的，我各医好一个感冒的，一个瘸腿，一个瞎眼的，我还是医治了各样的病啊。我每一种病都医了，只是我不是全部每个人都医好啊，我医了每一种病各医一个啊。所以呢，30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得医治，297个没得医治。这句话还是同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因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各被医好一个。可是原文不是这样，我们翻得太客气了，和本翻得太客气。我们看下一页，4章20节，请念。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好，你看这边提到哈，耶稣医了。你看这边还好翻出来，那里人把一切害病人都带去，然后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被医好。可是刚才那句话翻得没有那么漂亮。我们继续下一页，请看哈，这边这个红色的框起来，这边有7个希腊文，1、2、3、4、5、6、7，这7个希腊文就是刚才那句话，和本翻医治各样的疾病和各样的病症是各样。可是我们来看真正的原文是什么？我们看下一页。好。简单这样说，那几个字就是每一个所有的疾病，还有每一个所有的病症。所以耶稣不是各一种，比如说感冒医好一个，瞎眼医好一个，瘸腿医好一个，死人复活一个这样子，不是，是全部的全部。所以事实上是耶稣医治了所有的疾病跟所有的病症，耶稣医治了每一个疾病跟每一个病症。那才是那句话应该这样翻，不是各样，是每一个所有的疾病跟所有的病症，耶稣做的是这样。所以不是那个人比较属灵，所以他是100个里面那一个得医治的，不是，是那100个都得医治了，而且没有管你什么瘸腿的，好像脚长出来比较了不起，感冒得医治小条，没有，对他而言完全一样，因为他是神，他是全能的至高神，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再来马太福音9章35节，请念。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好，感谢主。你看，又来到了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又用各样这个词。我们看下一页，你看哦，一样这个框，一样是1、2、3、4、5、6、7。我跟你讲，马太刻意用完全一样的7个希腊文写一样的句子，在不同的章节。你知道吗？为什么要这样？等一下会告诉你。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OK， 所以你会发现还是一样，同样的意思，医治每一个所有的疾病和每一个所有的病弱、疾病、病症。所以耶稣是。你会发现马太在第2次又用完全一样的每一个所有的疾病和每一个所有的病症，还是医了所有的疾病，可是和本翻各样，其实是所有的每一个，所有的每一个，看得到的都有，看不到的也医了每一个所有的。好，我在强调，耶稣并没有医治以色列那个时候全地的每一个人，没有，不然就没有那个瘸腿多少年了，后来被他们医治那个门口那个人，对不对？可是耶稣医治了每一个求告他的人。
尽管去找，你找不到圣经里面任何一个人来求耶稣，耶稣没有医治他的。耶稣医治了每一个求告他的人，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没有医治的。如果你可以找得到哪一个人真的求到耶稣了，而耶稣没有医他的，来找我，就是来找我，真的。我输你。如果你找得到来，我知道有2个经文看起来好像耶稣不想医，所以去旷野里祷告。其实那个经文是在讲耶稣祷告时间到了，所以他就不医病，他去祷告，因为他知道天父的心意才是，不是一直做工，很多时候是亲近主。你可以去看我们恩典5分钟，我们有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不继续讨论了。好，所以呢，这是每一个疾病跟每一个病症。好，先看下一页。好，马太福音10章1节，请念。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你会发现我们的和合本实在是太客气，还是翻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其实这边真的翻的是一切、全部、所有。我们看下一页，又是一样这个有趣的框框，又是一样这7个字，1、2、3、4、5、6、7，还是这7个完全一样的字。你晓得为什么它一样、完全一样的7个字的排列，要在不同的章节总共讲了3遍吗？你知道为什么要讲3遍吗？因为很重要，因为很重要，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3遍。耶稣医治了所有、全部、每一样的疾病，耶稣医治了所有、全部、每一样的病症。下一页，你看这7个字是不是还是啊？每一个所有的疾病跟每一个所有的病症，所以耶稣愿意医治每一个疾病跟每一个病症，每一个人，不是你做得好才会被医治，是他愿意医治每一个人。好，我们看下一页。现在题目其实到更后面是耶稣愿意医治我吗？其实我们并不是，我们知道神学上好，我们现在查出来耶稣医治每一个人，可是耶稣愿意医治我吗？哎呦，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敬虔、祷告、读经、敬拜、爱耶稣啊！耶稣愿意医治我吗？我告诉你，耶稣愿意医治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每一个到他面前求他的人都得医治了。好，下一页。再来是耶稣既然愿意医治我，为什么还没有好？其实实务上就是这样，圣经里面写的那么完美，圣经里面写的那么美好。你看，我们领圣餐可以得医治，我们祷告医治，宣告上帝的医治要得医治。可是既然耶稣愿意医治我，为什么还没有好？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有些人是你根本不相信神是医治的神，那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觉得神可能想医治就医，想不想医就不医，那结果呢？你这样就会变成是只有一半的被医治的几率，就一半被医治的几率，或者是等等，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苦难与我有益，疾病其实从上帝来。那你既然这样想，你怎么会被医治呢？因为你想要留下来啊，神也尊重你这个选择啊。OK， 还有很多别的理由，我们今天不一一讨论，但是直接告诉你后面嘛。耶稣既然愿意医治我，为什么还没有好？是我犯罪吗？是我不好吗？我们下一页，你会想的事情是因为耶稣不喜欢我吗？我那个隔壁的阿花被神医治了，是因为她长得比较漂亮吗？是她比较敬虔、比较爱主吗？是耶稣不喜欢我吗？更实务、更下面问题是下一页。是我犯罪吗？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犯罪，即便你信耶稣之后，你被神称为义人，因信称义的义人，你还是会有原罪的罪性，你还是会犯罪。但是神赦免了。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觉得我犯罪了，所以神不能医治我，神不能做呢？好，请看下一页。我告诉你，我们来看经文，你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即将尾声后面的几个经文。路加福音8章41到42节，请念。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求耶稣，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好，我们继续。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好，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对不对？好，我真的觉得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用的字都很特别，这个字平常根本看不到嘛，对不对？雅鲁为什么不写悬崖的崖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了，就是这样翻。好，有一个管会堂叫做雅鲁，对不对？他来求耶稣，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快要12岁，差不多12岁，可能12岁又5个月，随便了，快要死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记得哦，这个女儿还没死哦，是快要死，所以雅鲁赶快跑去找耶稣，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决定好，我要去。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你想象一下，有一个人快死了，所以耶稣呢就开着。你想象一下，耶稣就是救护车哈，所以赶去雅鲁家，因为他女儿快死了，开在路上，然后呢，众人拥挤他，就想象救护车塞入车阵中，所以在雅鲁紧张死，他带着耶稣，我女儿快死了，快点！然后一群人拥挤的耶稣，然后他快抓狂啊，我的女儿！然后一群人拥挤的耶稣，然后走开，然后我的女儿，然后耶稣也赶快，耶稣跟他去，对不对？
众人拥挤他队。这样也就算了，雅鲁已经紧张到快要爆掉了，对不对？好，请看下一页。好，43、44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她偷偷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她摸一下耶稣，就立刻止住了。可是很棒哦，对。可是你们想到一件事，雅鲁要赶着把耶稣带去他家来医他女儿，结果这个人插队，而且插队就算了，小姐，你12年血漏，12年的血漏，你有插那个1个2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你明天再来求医治会死了，我女儿快死了。这雅鲁的心声，你12年血漏，没有插这一天，而且你只是血漏，没有生命危险啊。血漏就是停不了的月经啦。你都已经12年了，你有再插这一点时间吗？你还插队，我女儿快死了耶。你看，其实这女儿也很可怜的哈，12年的血漏，身体不好，然后呢，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所以她又很穷。然后一个人漏了12年的血漏，流了12年的血，我相信她不相信她大概不可能多健康多美，对不对？然后没有一个能够医好她，充满了她现在经济不好，她身体不好，然后呢，而且患血漏是要被隔离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位患血漏的妇人，她其实是犯罪的。首先，她仿佛拦救护车一样把耶稣拦下来，对不对？偷摸耶稣啊，所以耶稣为了他停下来，还转过去问他说：“谁摸我，对不对？”如果你看后文，所以雅鲁急死了，你让你弟兄急成这样，这是犯罪啊！然后你又偷摸耶稣，犯罪，为什么？患血漏是不可以在人群里面的，患血漏摸到别人就会玷污别人，你知道吗？如果这些人原本要去哪里宴客，或者是比如说我们逾越节晚餐，你记不记得圣经上有提到逾越节的晚餐，他们不进去，那些要钉耶稣人不进去衙门，因为会沾染污秽，外邦人是污秽，沾染污秽就不能够有逾越节的晚餐。所以你想象一下，有人在这群人里面原本是想要去吃一个什么重要的晚餐，被他一摸，糟糕，带赛、带衰，不能去吃了，你懂吗？又犯罪，这家伙，他摸耶稣，等一下耶稣被他玷污了怎么办？还好，以前在旧约里面，你摸到血漏的人，你摸到那个大麻风的人，你不洁净。在新约里面，耶稣摸到大麻风的人，耶稣摸到血漏的人，是他们得洁净得医治。而现在耶稣现在活的不再是你，这就在里面活着。你现在是披戴耶稣的人，你去为人家祷告，不是你会被他玷污，是你会把他弄干净，懂吗？你里面有耶稣，这是新约，所以不用担心。你为人家祷告，你不会被玷污，是你会把他洁净。你去不是鬼会攻击你，是鬼会逃走。这在新约 ，OK， 弟兄姐妹，所以你们继续看，其实这个人又犯了很多罪，他乱混到人里面，这女人到人里面去玷污别人，然后他又患了12年的血漏，然后又这样子在人群里面又违规，然后又挡救护车，然后又让他弟兄很痛苦，然后他又插队，可是他还是可以得医治啊，血漏立刻就止住啦，弟兄姐妹。所以你真的觉得你有比较差吗？我们当中有人患12年的血漏吗？你有犯这么多罪，然后影响这么多人吗？你有觉得你做的不够好吗？你觉得你没有他美吗？患12年的血漏，你流12年的血，你可能会更不美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他有哪里比你好？没有，他也是得医治啊。所以你也可以啊。而且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看后文，可怜的雅鲁回去的时候，带耶稣回去的时候，他女儿真的死了。原本他女儿是本来快死了，路上遇到这个插队的，回去他真的死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拦一个救护车，然后那个人快死了，然后你把他拦住让他死了，你有刑责，你知道吗？这个女人犯了多大的罪，犯了多大的罪啊！还好他碰到是耶稣，耶稣去他家，让这个女孩子死而复活，懂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上帝是这样子，他充满了爱跟怜悯，他很想要祝福你，他很想要你去经历那一切美好的祝福，他要告诉你，他的心意就是医治，就是使你丰盛，就是使你看见那一切的美好。弟兄姐妹，耶稣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给你圣餐，要使你能够经历那个全备的祝福。他的心意就是医治，耶稣医治所有一切凡求告他的人，而他现在用什么东西来医治你？用领圣餐的方法。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常常领圣餐，而且不是一直认自己的罪领圣餐，是知道耶稣背负你一切的罪。你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的时候，是与耶稣亲密，与他的鞭伤亲密，与他的
他的身体与他的亲密，而他就是让你在试探试炼中能够被带出去的 the way 那一条道路。所以你真的你遇到了试探试炼，你身体不好，你身体不舒服或怎样，你就是领圣餐，然后纪念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因他的鞭伤，那单数的鞭伤，那个打到很像犁田在背后打到骨头都出来的那个鞭伤，你已经完全得医治。透过领圣餐彰显出他已经给你的医治，因他鞭伤你已经得医治，因他刑罚你已经得平安。弟兄姐妹，圣餐真的大有功效。那我为你祝福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行，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引导我们透过主耶稣所设立这美好的圣餐，使我们吃了长智慧、长身量，不长胖，主要吃了经历那一切的祝福，让我们吃了主耶稣的身体，喝了主耶稣的血，喝了主耶稣的血，吃了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就能够去经历那个从试炼试探里面被救出来，而且吃了这一切，我们就可以去经历那个我们不软弱、不患病、不疾病，我们强壮健康，连死的都很少。我们当中的长辈继续领圣餐，我们当中每一位继续领圣餐，我们去抵挡那些老化。我们看见透过圣餐与主亲密，透过圣餐被主爱，感受他的爱，感受他的怜悯，他的慈爱的同时，你发现上帝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这一切美好，已经一点一点彰显在你生命当中。祝福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好，那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请一起念。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好，感谢主，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大家一起说，阿们。